来到了越南版的泉州惠安古镇，这里在16到18世纪是整个东南亚最繁华的国际港口。日本的租印船、中国的丝绸商人、葡萄牙、荷兰的远洋船队都曾在丘棚河口汇集。今天行走在惠安古镇，依然能看到古老的中式会馆、日本廊桥和法式小楼，仿佛走进一部活着的世界贸易史。1999年，联合国将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称它是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加速闯越南第44集，我将和你一起走进这座我最喜欢的越南小镇之一，看它的繁华与沧桑，分享我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朋友们好，现在呢，我离开了住了6天的岘港，今天早上坐公交车来到了距离岘港25公里外的越南8个世界遗产之一的惠安古镇。现在我打了辆摩的前往在惠安预定的一家民宿，趁着在路上的时间，咱们一边看看惠安的街景，一边聊聊惠安的前世今生。惠安让我想到中国福建的泉州市，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先按下不表，后面再解释。惠安古镇是位于越南广南省沿海的一个古镇，位于丘棚河的下游。丘棚河这条河流后面会着重介绍，可以说没有丘棚河就没有惠安的过去和今天。惠安距离岘港市约30公里。在17到18世纪，惠安是整个东南亚最繁忙的国际贸易港之一，日本、中国、西方的商船在这里聚集。而到了19世纪，由于丘棚河的一个河道淤积，水路运输不再方便，惠安港口逐渐恶化。法国殖民者决定将岘港辟为新的主要港口，因此惠安很幸运地躲过了战争，也没有被20世纪后期城市化过多的影响。大规模的传统房屋被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也是惠安被评为世界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前面说到惠安让我想到中国的泉州啊，这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相似点，比如他们都是重要的港口型国际商埠。惠安在16到17世纪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那么泉州在宋朝、元朝的时候呢，号称东方第一大港，连接阿拉伯、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第二呢，多元文化社群共存。惠安呢有华人会馆、日本商馆、西方传教士的足迹，这些我们后面都会一一游览。如果你去过泉州呢，也会知道泉州有各种宗教，比如伊斯兰教、佛教、妈祖信仰的等等的寺庙庙宇。第三，因为河口淤积而衰落，惠安因为丘棚河泥沙淤积，航道受限，逐渐被岘港取代。泉州港也是因为泥沙沉积，加上明清海禁政策，逐渐式微，被厦门、广州取代。最后，世界遗产的保护名号。惠安古镇在1999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泉州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在2021年被列为世界遗产。他们有这么多的相似点。来了，开箱一家民宿，有单车出租、摩托车出租。You will see? Yes. I see already see your reservation because we have a little problem. OK， 开箱在惠安的酒店，进来。刚刚清扫，所以地上有点湿，有空调，有风扇。重要是这有个阳台啊，外面有花园，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我可太喜欢这个阳台了，一眼望出去绿油油的。这一棵是菠萝蜜树，诶，这棵好像是牛油果树啊，我还第一次看到这种牛油果树，如果是的话，它长得很像牛油果。桌子，这个房间30万，大概90块钱。在这家家庭旅社前面，这里主要是一些居民区，在这里等 Grab， 太饿了。你看，
还挺宁静的哈。这里说是惠安古镇，但是有种乡村的静谧的感觉。这碗牛肉粉将近26块钱了，好贵啊！这牛肉也就几片。匆忙吃了个午餐，就打摩的前往惠安的一个必游的项目，叫圆形渔船或者叫波机船。但是我更想看一看距离入海口最近的一个村落，以及丘棚河的一个样子。摩托车从惠安古镇的镇上开往乡村，一路上经过大片的湿地水田，一路上给人非常敞亮明媚的感觉。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村子啊，就叫它椰子船村吧。整个村子都是围绕着这一个产业在忙碌着，很多的村民也是做这个服务业的。这里一艘船的话，一个人50分钟是20万越南盾，也就是60块钱左右。据说划到1公里外的地方有一个水上的表演中心。哇，好漂亮啊！这个椰子林吧。坐椰子船啊，可以说是很多人来岘港旅游之后又来惠安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惠安最主要的一个旅游项目。眼前这种圆形的小船啊，其实不叫椰子船，当地人称它为竹篮船或者波机船。因为它看上去像一个竹篮或者波机。为什么当地会形成这种比较有特点的船只呢？大概在100多年以前，当地渔民就发明了它。因为当时的法国殖民者征收船税，但是呢，只有传统的长形的一个船只才称作船，小小的圆形竹船呢反而不被征税。于是当地的聪明的渔民呢就用竹篾编成圆形的小船，涂上防水的树枝，轻巧的就能承载渔网和收获，顺着河水出海捕鱼。然后渐渐的就发展成了一个旅游的项目啊。所以时至今日，波机船不仅是渔民的生活的工具，也成为了惠安的一道有趣的风景。刚才的航拍我们能看到啊，这些船呢大概划1公里就到出海口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位于出海口的村子，就靠这一个椰子船就发展起来了。而且这里那个出海口那里的话就是千帆竞发的感觉啊，
密密麻麻的船只，而且很神奇的是，这里有一片椰子林啊，就正好不好的就长在这一个水域里面，所以呢，这个椰子林里面的这个水道也是纵横交错的，你可以走这种大的河道进入到海口那里，也可以走那种比较小的那个巷子去到出海口那里。这里长在入海口的水里的植物很像蕨类的植物，它的树根近看的话比远看要粗大得多。因为有这样一种植物长在水中，所以波机船在水面滑行的时候呢，仿佛穿过一片小型的森林，十分有趣。的丘棚河不由让我想到最近在读的历史学家袁灿新的《朝贡战争与贸易》这本书。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从眼前的丘棚河开始聊起。丘棚河是发源于越南西缘的玉岭山，自西南向东北流，经过岘港市，最终呢在惠安市的东隅的大站海口注入南海，全长约198公里，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涵盖顺化市、广义省、岘港等地区。它流过的区域可以说是越南古代文明的一个摇篮，孕育了璀璨的占婆文化。如果我们沿着丘棚河逆流而上，我们很快就会到达占婆王国的宗教中心美山圣地，那是越南9个世界遗产之一。咱们后面呢也会去到美山圣地游览，到时候再详细介绍占婆文化、占婆王国。回到丘棚河，在惠安附近，丘棚河形成了宽阔的河口三角洲，水道深阔，非常适合16到17世纪的远洋大船停泊。正因为如此，惠安逐渐成长为了东南亚最繁华的国际大港之一。那时，日本、中国、葡萄牙、荷兰的商船纷纷停靠在这里，把远洋的货物卸下，再通过丘棚河运往内地，或者将内地的物产集上出口。前面提到的那一本《朝贡贸易与战争》啊，就提到在1567年的时候呢，明朝结束了海禁，开始允许东南亚贸易，但仍禁止一些关键的物资直接出口到日本。这就迫使日本的丰臣政权和德川幕府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并从这里购买中国的商品。当时呢，日本的商船成百上千的远航南洋，而惠安正是他们的首选目的地。日商在这里出售金属器、日用品，换取糖、丝绸、沉香等珍贵的物资。到了17世纪初，惠安出现了日侨街区，不断的发展起来。关于日本对惠安的一个影响，我们将在下集再展开聊聊。那么不同于日本人，惠安对于华商来说早已熟悉，因为从占婆时期开始，华商贸易的足迹就到达了惠安。占婆王国灭亡后，华商呢依然留在惠安与越南人进行贸易，因为华人那时候需要食盐、黄金和肉桂的南洋货，惠安自然成了华人商帮的重要聚居地。然而前面我们也聊到，因为河道淤积、航线转移，惠安呢逐渐被岘港取代，失去了广南省省会的地位后，没想到它反而幸运地躲过了20世纪中后期高速的城市化浪潮。也正因为如此，这里古老的街区和建筑群呢才完好的保存至今，成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遗产惠安古镇。说到这里，我不由想分享一下《朝贡贸易与战争》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个故事。在1517年的秋季，也就是明朝正德12年，广州城外怀远驿前水面之上出现了3艘欧洲帆船，他们在抛锚停泊后，鸣枪三响，声震四方。这些来历不明、形制陌生的巨大船只，连同船上奇装异服的欧洲人和手中的神秘武器，引起了广州当地官员和人民的好奇和恐慌。这些远涉重洋最终抵达广州的葡萄牙人，他们想要派遣使团进入陪都南京，
面见正德皇帝进行外交和通商贸易谈判，因为他们想以广州的屯门一带作为贸易和殖民的据点。很显然明朝拒绝了吗？没有实现以屯门为据点后呢，这一帮葡萄牙商船转而北上，最终选择了浙江宁波附近的小岛双屿以及福建漳州附近的五渔岛等地作为新的据点。那么这些新近到来的葡萄牙人，由于带来了香料、木材、金属、玻璃等中国稀缺的昂贵商品，同时又在重金收购中国的瓷器、丝绸等特产，于是和浙江、福建当地的中国民间海上商贸集团以及日本海商一拍即合，展开了规模不断扩大的海上走私贸易，由此可以直达东南亚，一条全新的东南亚海上贸易之路逐渐成型。这个故事，我想当时惠安应该是作为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中转站跟集散地吧。待会儿天黑了呢，我们再去另外一条河流啊，就是惠安古镇那条河流的话，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漂亮的样子了。所以趁着没天黑，我们先在村子里探索一下。这里有一个像神龛一样的，它就是下戏上出的一个亭子。像这里也有一个稍微小一点。我觉得这个村子在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前啊，应该就是以捕鱼为生的。建的新房子。我在来这里的路上就看到好多漂亮的别墅啊，所以村民因为这种旅游业啊，开餐厅、开民宿啊，也慢慢的富有起来了。这个村子还挺特别的，他们就距离入海口1-2公里，大海可以说近在咫尺。这样一种地理位置会形成村民怎样的一种性格呢？敢打敢拼嘛，因为风浪越大鱼越贵嘛，那些敢于在风浪中搏击捕捞的渔民呢，可能也是大有收获的渔民。这些村子呢就没有游客会刻意去来逛的，主要大家来这个距离惠安古镇7-8公里外的地方呢，主要也是坐这个椰子船，都是铺了瓷砖的哈，大家进去都是脱鞋的。这户村民家就倒立着一个椰子船，这个椰子船好像格外的大。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越南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的人发问：越南安全吗？越南排华挺严重的，去到越南旅行会不会挨打？我到这里旅游啊，我觉得还好。你像偏远的地方我也去了，那种大城市也去了，都没有遇到过什么安全的问题。这狗舔我，嘿嘿。哇，这个近看真的好大的树根啊！你看这个叫什么植物呢？这一户人家很不一般哦，你看，他自己在院子里修了一个这个。天还没黑，那边就震天响的载歌载舞了。这修房子的方法跟中国也是基本一样啊。这个先用钢架做好结构，然后再浇灌混凝土。沿着河的话，这些茅草屋子啊，
都是一些喝果汁的、喝椰子的，还有照相啊。像这种椰子，据说是比较甜，它皮肉呢比较薄，但是它很甜。就晒干的椰子肉啊，可能也经过烘烤了、油炸了。就是我们吃那个牛油冰淇淋的、牛油果冰淇淋的，里面撒的这个，挺好啊。村里的妇女不用出远门打工。现在他们快天黑了，就是一般的话5、6点钟就收工了。然后现在把这个椰子船绑到水中的一根柱子上。这个椰子树还有番石榴。这一艘椰子船就是他们主要的生计来源，或者说是就靠这个吃饭呢。哇，这户人家有一棵大大的菠萝蜜树，挂的满满的。在这里租摩托车是15万越南盾，也就45块钱嘛。哦，码头在这里，这就是终点啊，就是从那个入海口那里就划到这里来，大概1、2公里。河边的餐厅呢都是提供这个椰子船服务的。通常呢，你划完船以后呢，他们让你选照片，因为他们都雇了一个摄影师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给你抓拍啊。然后一张照片10万越南盾，大概就是30块钱一张照片。OK， 感恩。Nice to meet you too. How many hours you work one day? Okay. 司机小哥抄小路啊，小路可能快一点。的地方吧。越南的乡村犁田还在用水牛啊！刚才我看到一群游客跟一头水牛合照啊，就是看得比较新奇啊。那边的田野一大片的墓地，大概有几亩地都是墓地。这个小哥开车就稳当得多，没那么快。刚才来的时候，那个小哥开太快了，那个风扑在我的帽子上，那个帽子打在我脸上都挺疼的。Next time I'm visit Vietnam, I will bring my wife. 小哥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小哥很幸福的告诉我，他有一个妻子，3个小孩。难怪开车那么稳，原来是有家室的人啊，6000万，可能就心态不一样。惠安灯笼是整个越南最出名的，待会儿我们去到惠安古镇就能看到了。在路上也多少能看到一些惠安。从这里沿着河边走，大概3、4公里就能到惠安古镇了。这也是这一段这个秋蓬河最美的一个地方啊。这样子走过去也可以欣赏两岸的风景。
飞无人机，一边喝着这个咖啡啊，挺好，吹着凉风。你看我飞无人机飞上瘾了，太漂亮了这里。这里让我想到哪里呢？乌镇。而我身后那个地方，这你看一直在干闪电不打雷，没听到雷声啊，就已经持续很久了。3、2、1，坐在这里什么都好，咖啡也挺美味的。就是这个床啊，它是那个柴油的，那个柴油的气味就不断的向我扑来，很浓郁的味道。25000越南盾，就沿着走过去，一路走个3、4公里啊，然后又散步又看风景。我们看一下这些床啊，它通常都有好多的灯笼啊、救生衣。哦，这里河边是一个打烊了的集市啊，卖一些海鲜的感觉是，把他面前这位女士吓了一跳。哈哈，今早，嗯，你好，好吃，好吃，Vietnamese， ngon， 哦，原来在这个河边啊，就很长的一个市集啊。当地居民也来这买菜的啊，卖猪肉的。哦，既卖这种游客需要的帽子啊、纪念品啊，也有当地居民买菜的这个买一些食材的地方哈。鱼露，还有米线。这个黄色的米线啊，像国内的辣条。这个是越南的这种肉糕吧。今天在滑椰子船的时候，还是在这里啊。这个欧美人是很多的，除了欧美人，还有一些南亚人，我觉得应该是印度啊那边的。然后我觉得对欧美人来说，这里真的是物价的天堂啊！如果你体会了欧美的这个高物价，你来到这里，觉得这里这种物价非常友好啊。但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并没有觉得物价很低啊，特别是旅游区，因为我觉得消费跟中国是挺接近的。但打车是比较实惠一点啊，打摩的，但是打汽车是差不多的。然后吃饭的话，甚至一些旅游区比那个北上广深的物价还高啊。这个亮着灯笼的床也是各式各样的啊。Hello barbecue。Hello。一串9块钱，这个是烤五花肉吧。在岘港的这个叫山茶夜市逛的时候，因为人挤人啊，觉得心情有一点局促。但是在这里逛夜市，心情很放松啊，因为它的左边就是这个蜿蜒的河道啊，还有 bling bling 的船只啊，就是好像在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在散步的感觉。这个最贵啊，加了4颗鹌鹑蛋的，3万越南盾也就9块钱啊。看一个小单车就创业了，挺好。轻创业是创业伊始最科学的方式。哦，这个是榴莲饼。cảm ơn. 哇，这好热闹啊！这个气氛是让人觉得很轻松。这个敞篷床。这个是薄脆啊，然后椰丝。这灯一亮，生意就来了。这是甜品店。这个水果捞吧。我觉得这个惠安古镇要感谢这些摆地摊的这个小摊啊，他们的加入点缀的这个夜市就是缤纷多彩的，就很有意思，就是丰富了整个旅游的体验啊。这家生意这么不错，我就在这吃个晚餐吧。
这个灯光照在食材上，显得食材也特别有食欲。这些河粉啊，4万越南盾。我就来一下它这里排最前面的吧。我看不少顾客也点这个。越南现在在进行一场大改革啊，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城市跟省合并了，就成了一个地方。就是为了精简人员，减少政府的开支，好像是用于这个义务教育啊，就是以后越南的小孩上学的话呢，可能是上到高中还是大学都是免费的。所以呢，过去呢，惠安呢是属于广南省的一个下辖的省辖市，后来呢，就是岘港跟广南省就合并了，现在就没有广南省了，只有岘港了，所以呢，惠安就归属于这个岘港了。前2天我跟岘港当地一名女孩一起游览岘港啊，她是广南省的土生土长的女孩。越南呢，过去它是有63个省级单位的，现在呢就压缩合并成了34个，其中包括28个省和6个中央直辖市。然后他就有点开玩笑的哭诉说，我的家乡没了，因为他的故乡广南省呢就并入到直辖市岘港市了，从此就没有广南省这个名称了。于是越南从一个有3级行政单位的国家成了一个只有2级行政单位的国家。据说这样子做是为了提升治理效率啊，减少行政层级，然后提升政府反应速度，还有统筹财政支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反正我在越南经常听到当地人在聊这个话题。就3肉片卤肉的感觉，这里是一些这个薄脆，还有一些生菜。今天我们看到那种比较糙的那个好像黄色的粉，它不是那种细的米线。这个粉的口感是比较糙的，就你能感觉到它表面的那个粗糙的一面，但是咬下去又比较有弹性，还可以。在越南第一次吃这个粉啊，这个薄脆是没有咸味的，很多地方的薄脆是有咸味的。这生菜、豆芽，里面还有薄荷，味道还行吧，不能说很好吃。如果非旅游区，这个我估计就是3万越南盾。这烤肉在岘港吃过，在河内吃过，但是都是用那个筷子的，这个是用那个植物的哈。这就是前天我吃的广南米粉啊，这个就很滑又有弹性，这个好吃。刚才我吃的是这一个米粉，这个的话没有这个好吃。那这里还有这个烤嘎啦肉。酒吧街，丽江的感觉，有人将惠安古镇比为中国的越南版的丽江啊，因为丽江古城呢也是世界遗产。哇，那边闪电还在持续着，都持续了1-2个小时了。就坐船就放这种灯啊。越南的饺子，里面是虾仁。哦，这是河边的一个演艺剧场的感觉啊，有这种小亭子。这是工作日啊，工作日都这么多的游客呀。
想到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如果你看我这一集影片的话，会知道，就是惠安古镇是热闹版的乌镇，乌镇是宁静版的惠安古镇。现在走到河的另一边了，这边好像有比较多的酒吧、夜店，还有 massage 按摩店。上才艺了，哦，这个是冰淇淋卷，基本都是洋人。鸽子，还有田鸡。芒果饭。哦。这个水位不够啊，露出了一片有点脏的浅汤。香蕉饼，再涂上这个是朱古力的感觉。限于片长的原因啊，惠安的其他内容呢，我将在下集的影片和你分享。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